我是大哥，我是吴子。大家洗完澡之后，应该都会用吹风机吹头发。那我自己个人呢，因为我习惯留比较短的头发，所以我之前洗完澡、洗完头之后呢，都是直接就把头给它擦一擦，然后再摆着给它干，非常舒服。但是不知道是年纪比较大了，还是身体比较差之类的，我不知道什么原因。最近呢，我发现如果我头给它摆着不吹，让它直接这样子风干的话，居然会开始出现头痛的问题啊！所以呢，我最近呢就重回我小时候的习惯了，就是洗完澡之后会把头发吹干。那各位有在吹头的观众，这句话听起来很奇怪，就是拿这个有在用吹风机吹头发的观众哦，应该就会知道，其实吹风机啊吹出来那个风呢是很热的。像你们这样子吹、这样子吹、这样子吹的时候呢，如果在同一个地方摁太久，对，就像这样子。所以呢，昨天我洗完澡就突发奇想，既然这个吹风机的热风这么烫，那会不会其实我有机会拿这个吹风机来烹调料理呢？各位应该有看过我之前主频道还有生活频道做的纸箱烤鸡吧？只不过我之前在做纸箱烤鸡的时候，那个热源来源是木炭。那我如果把这个热源换成吹风机，会不会行得通呢？没错，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做吹风机。好，那为了测试这个构想的可能性呢，我们首先要来做个小规模测试。一手五花猪肉片把它吹起来，究竟吹不吹得熟呢？我们就一起看下去。它看起来完全没有要熟的意思，奇怪。可是，对啊，是会烫的啊，奇怪。我们再给它多一点时间看看。各位，我又在那边给它吹了大概5分钟，这句话听起来也很奇怪，但是总之呢，它是有在慢慢变色的。你们看这边是全生的，然后这边有没有？它是有一点点在要熟的，但是我就觉得它熟的速度很慢，所以呢，我刚刚就拿这个温度计去稍微测了一下，发现这个温度居然大概只有70-80度，70度左右而已，应该是没办法烤鸡我记得那个烤鸡的温度是要在170到200左右，哇！所以我们的吹风机计划失败了吗？等一下，我想到了，我们可以用强一点的吹风机啊。热风枪，哇，这个是我之前在做那个 PPT 系列把那个管子烤弯的时候用的。来，吹风机计划2.0。这个温度，这个温度可以啊，直接往上飙啊！哇，轻松飙破100，现在已经直接往150去了。它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，完全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，一直冲。可以，这个温度轻松的到达我们的烤鸡温度。碳快熟嘞，香味出来了。OK， 各位，我觉得行了。可以啊，好违和啊，基本上跟我平底锅煎的其实差不多又香又嫩。我觉得我们今天的企划应该会是一个非常成功又美味的结果。好，我们立刻来开始准备进入我们的主测试环节吧。突然变成料理频道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就先来帮这个烤鸡做腌料吧。盐1大匙，砂糖1大匙，白胡椒粉少许，酱油1/2大匙，米酒2大匙，葱段80公克，蒜仁60公克，姜片30公克，八角3公克。我觉得我们这个盆子有点太小了，我觉得我们需要一个大一点的盆子。好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整只鸡放在里面腌它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已经均匀的把它混合了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拿保鲜膜把它盖在里面，静静的让这个鸡跟酱好好的认识一下彼此，腌个3小时。那我们就3个小时之后再见。等一下，现在打会喷的整个都是。再见。3小时后 ，OK， 经过了3个小时的腌制，我们的鸡已经相当入味了。好，那我们准备要把它拿出来烤啦。但是呢，在开烤之前啊，我们要先来准备我们的炉具。好，那准备的方法呢非常简单，我们需要纸箱、订书机、铝箔纸，还有美工刀。基本上呢，这是用订书机把这个铝箔纸覆盖在里面，接着呢，在纸箱上面打出通气用的口，最后再把鸡放进去，然后吹风机嘟进去，开吹，就可以烤鸡了。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，Go Go Go！ 长度刚好。
大概是我做过最工整的纸箱机用的纸箱了，超级平整的啦。OK， 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来开洞啦。OK， 那下面的通风口开完了，我们上面的通风口也要开一个。那上面的通风口就开在对侧这边。我忽然想到，我们上面好像不需要开通风口，因为我们之前之所以上面会需要通风口，是因为里面用的是木炭，所以它需要一个非常流通的空气循环，不然它里面会停止燃烧。但是我们这次不用啊，我们这次的热源会源源不绝的一直往里面吹，所以我只要稍微开一些洞，确保它里面吹进去的风可以出得来就可以了。OK， 那么我们就先来测试一下，这样子它里面的温度到底能不能提升到我们需要的工作温度？来吧，开始加温。哎呀，可以啊，各位，温度持续上升，现在已经来到150了，我觉得应该是非常轻易的就可以到170了。好，那么看起来这个构想应该是可行的，那我们就准备来开始烤鸡啦。鸡开封，噔噔噔噔，哦吼，哎，很香呢。我为了要让它的鸡皮更香脆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在表皮再涂上一些蜂蜜跟白醋。OK， 到此我们烤鸡的准备已经完全大功告成了。嘿嘿，接下来最后一步骤就只要把它放进去，然后开烤1个小时之后，顺利的话，我们应该就烤鸡可以吃了。对，顺利的话，哇，呼呼，嘿嘿嘿，来准备。开烤喽！好，那么为了保险起见啊，我们在烤鸡的过程，我们还是在旁边待着，因为我怕它里面的温度高过头，那这样子的话就会烧焦，所以我们必须要非常精妙的把它控在170左右。好，那么我们就摆在这边给它加温吧。OK， 各位。时间已经过去了1个小时，我现在觉得相当的不妙，因为根据我的经验呢，我们在做这种烤鸡的时候，大概从半小时开始，应该就会满室芬芳，就充满那个烤鸡的味道。但是呢，我到现在还是只有闻到那个酱料的味道而已，所以我蛮担心的。我在想，应该真的是因为温度不太够啊。那总之呢，我们先把它稍微打开，看一下里面的状况。那它的温度呢，基本上从刚刚开始就差不多维持在125到130那边。来，打开来看看吧。3、2、1，哦，红了哦，哎，其实有熟哎，有熟哎，但是它主要是熟在上半部。那下面这边呢，这个温度我看基本上只有舒肥的等级啊。但是我觉得其实它的热度感觉是有一点够的哎，就是虽然说它不到170这样子理想温度，但我觉得125那边如果放得够久，应该也是会熟。那总之把它转个边，然后让它去加热另一面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摆着吧。那这次呢，我稍微燃烧一下这台，因为老实说，我不知道这台可以连续运转多久，所以我刚刚是用低速档让它吹了1个小时。那我感觉它现在其实好像还好，完全凉的，它只有里面这支管子特别烫而已，所以我不知道它到底还可以撑多久。但是为了科学，燃烧它吧。直接开高速档吹下去啊！那开了高速档，开了高速档之后，它的温度上升得很快，怎么样？飞起来，哎，有机会。OK， 各位，又过了半小时，哎，过去这个温度一下就拉到200，所以我又把它调成低速档，把它降回150，然后又200、150，哎，200、150，这样如此这般重复了半个小时。我们现在就来开机，确认一下里面状况怎么样。哎呀，其实我刚刚已经有闻到香味了哦，我觉得好像有点可以了哦，究竟怎么样呢？嘿，哇，这个颜色可以了吧？来，我们来确认一下，如果有达到74度的话，基本上就是可吃了。可以呀，我觉得应该已经熟了，我觉得啦。OK， 来，我们来把鸡拿出来。哟塞，哇，我们搞这只鸡搞了1整天啦，各位。哇，天哪，这个色泽比我们上一次露营的时候烤那只漂亮
太多了吧？来，各位开吃了，各位久等了啦！哎，来，比上次好很多也比上次好，对不对？而且你知道上次纸箱的时候，是撕毁那鸡，但我觉得卖相这次最好。来，好兄弟，一人一只翅膀，感觉就很羽翼双飞。哦，现在要冒烟呢，冒烟呢！哇塞！来，鸡翅究竟如何呢？我觉得鸡翅是我最不担心的部位，鸡翅只有可能会太熟，它应该一般是不会不熟。哎，很酥哎。我觉得比外面那个阿拉给那个皮好吃哎。对，我们目前区3只鸡而已，这只我觉得已经是可以吃的程度了，有可以卖的程度了。万金鸡，嘿，又很好。来沾一下这个鸡油，看到会有什么改变呢？会不会产生质变呢？真的哎。哦，底下那个鸡油太香了嘛，所以连也要把它挤下去了吗？ OK， 太赞了，鸡翅高分过关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接下来鸡腿啦。哦，看那个汁！哦，哇，哦，还在滴耶，好扯哦！这位工作室少数连吃我3鸡，因为我们第一次石灰鸡，然后还有第2次露营的鸡，跟这次的鸡都有吃到的人。你觉得如果100分为满分的话，这只鸡跟其他前面2只鸡比起来，各是几分？不用比啦，真的不用比啦，真的不用比。这样我也想打个分数嘛。这个我觉得基本上我可以给到满分哦。这么屌，这很屌。各位，这个吹风机成功啦！对啦，吹风机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张婉斌来，请你吃鸡来，请我吃鸡，来吃胡子的鸡，吃我鸡啊，吃我的鸡啊！哇，我第一次吃就直接吃满分鸡，满分鸡，可以啦，可以啦，这个真的很屌啊！哇，我吃到人间的食物了！辛苦你了，好久没有吃到这种东西了。这4个月真是辛苦你了。虽然说你只在里面待了64天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这么讲。对，我们今天的实验呢，证明了家用的吹风机如果要用来烤鸡的话，是不太够力的。除非你可以找到那种功率可能破1000瓦的，直接吹出来那个风可以恒定在150、170那种的。但是有这种吹风机的话，应该不太会有人用。那个吹头发，那个是烫头发用的。烫头发，烫头发。不是我在说，但是我必须要讲一句话，就是如果你们真的在家里做这种实验哦，哎，真的要小心，那个1000瓦的吹风机用这么长的时间哦，对，要注意一下，确实是，因为工作室的整的电我都有重新配过，电线有加粗，但是如果在家里要做这个实验的，务必小心，因为家里的电线可能比较细一点。哦，你这个提醒很重要，感谢提醒，感谢提醒哦，这真的是专业才会知道的，所以在家里真的要注意一下这种。白痴实验不要随便尝试，你顶多你用吹风机烤那个猪五花就够了，好不好？不要烤鸡，烤鸡这个花太多时间了。虽然说这个结果非常完美 ，OK。那如果喜欢今天的话，不要忘了这样分享。想看更多影片的话，那可以点进去。好，其实我都不知道跟你说一下。我一次把它讲完了，我真想。我是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哎，吃鸡了，吃鸡了！掌声！辛苦了一整年。